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娃娃菜炒年糕。那娃娃菜炒年糕要的食材就是娃娃菜、年糕。我买的是这是扁的年糕，那你可以买圆柱状的韩式年糕，这都可以。红萝卜、葱、蒜头、辣椒，还有一点干香菇泡水。一样，如果你不喜欢吃葱跟蒜头的，你可以把它改成姜末下去炒也可以，或是洋葱也可以，这个没有一定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那我们先切娃娃菜。娃娃菜切了，就是把这个头切掉，然后对半，再来切红萝卜，红萝卜切丝，然后蒜头切片。然后再来这个辣椒呢，你如果不要吃那么辣，你可以把籽去掉。辣椒切丝，这边剖半，然后把这个籽弄掉，然后切成丝，这就是搭个颜色、搭个香气而已哦。再来切香菇，香菇也是切成丝。葱段的部分，葱白跟葱绿要分开，葱绿我会最后下，看起来颜色比较漂亮，所以葱白可以先下。这些斜刀，葱白先下，葱绿最后下。OK， 那所有的菜都切完了，那这些菜我们只会用简单的调味来调味。我们会用酱油，然后白胡椒粉，然后最重要的，我会加一点点的竹盐。那竹盐你可以理解为是味精的意思，这一点点而已，提它的鲜味。如果你不加，会没味道。然后你要下很多的盐巴，其实也不好。竹盐其实没什么味道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是我朋友给我的，那你可以上网买买看，或者没有的话，你就直接用味精也可以。然后最后。有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绍兴酒。这道菜烧完之后，最后淋一点绍兴酒，它的整个味道会很不一样。这个很重要哦。但是你如果不喝酒就不要加，就照这样做也可以。那我们开始吧，开始料理。OK， 下油，然后先炒香干香菇、蒜片，全下。把它炒香，然后炒香之后，加这个娃娃菜下去，然后稍微拌炒一下，然后可以下一点酱油，下一点点的味精。一点点的白胡椒，这个味道你都要自己拿捏，就是没有比例。然后稍微拌炒一下，就可以加一杯水，加2杯水，然后这个时候就让它炖一下。你可以盖锅盖，主要是要把那个娃娃菜给焖软一点，软一点之后我们再下年糕，把年糕煮熟就好了。然后让它滚一下之后，你可以先试个味道。如果觉得不够甜的话，可以补一点盐巴，因为你不要再补酱，因为补酱油整个酱色会太重，补一点盐巴就好了。然后烧到这个程度，就是你觉得娃娃菜已经有点软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年糕往里面放了。然后年糕本身自带淀粉，所以等一下烧出来的时候，整个酱汁会很浓稠。年糕熟了、入味了，就可以加一点绍兴酒，再把它煮一下，酒气挥发了就好了。一直在浓稠，有没有看到？最后到这个程度，有没有？
那个年糕已经熟了，然后酱汁也越来越浓稠的时候，就可以下一点绍兴酒。绍兴酒随你加，你如果想醉多一点，但是不要一点点就好了。哦，这个香气，后面可以补一点香油，让它香一点。然后最后我们刚刚有切好的葱绿下锅，稍微关火拌一拌就好喽。OK， 现在就可以盛盘喽。这样就好了。它整个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汤，很适合冬天，然后又有淀粉，所以你不用其他配菜，就吃这个就会饱了，而且很爽。那我们来试试看看。哦，我觉得它有点像韩式料理，后面又加了一点那个香油，就会有点像韩式料理。这道菜你可以做很多变化，你也可以用雪菜年糕，所以你可以参考我的，然后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做一点变化，太好吃了。我觉得绍兴酒真的是加了很多的分，我已经有一个绍兴酒的香气，然后不是酒气哦，然后蚵仔菜有一点脆度、甜度，然后搭上这个年糕，整个就是非常的完美。这是真的很好吃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你们观看，那我们下次见。